他本是奴隶出身，后因祸得福，立下战功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他就是汉朝将领卫青。卫青字仲卿，河东平阳人，今天山西临汾西南。他的母亲魏温在平阳侯家做事的时候，和县吏郑季私通，生的私生子。在此之前，魏温已经有了一儿三女。因为魏温生活艰苦，卫青被送到生父郑季那里，但郑季让卫青去放羊。郑季的其他儿子也不把卫青当人看，把卫青当成奴仆一样虐待。卫青后来回到母亲身边，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，本来也是当一辈子奴隶的命。但后来卫青的三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刘彻看中，卫青也和姐姐一起进了宫。卫子夫入宫1年后，再次被临幸有了身孕，这迎来了陈皇后的嫉妒，就是那位金屋藏娇的陈阿娇。她的母亲陶管公主派人抓了当时在建章宫当差的卫青，想要先把卫青干掉。卫青的同僚听到消息后，就带人把卫青给救了出来。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，但他又不能对陶管公主怎么样，就只能保住卫子夫姐弟2个了，将卫子夫封为夫人，卫青封为建章监。在此后的近10年中，卫青一直跟在汉武帝左右，和汉武帝一起听闻朝政，为后来参决政事打下基础。史记载，公元前130年，汉武帝元光5年，匈奴行兵来犯，汉武帝命卫青为车骑将军，兵分4路，卫青上谷，公孙敖带郡，公孙贺云中，李广雁门，4路将领各领1路骑兵进攻匈奴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除了卫青，另外3路全崩，公孙敖、公孙贺2人惨败，李广则是连人都没看见，无功而返，只有卫青1人取得胜利。卫青首次出征就果断进攻，直捣龙城。汉武帝看只有卫青胜利凯旋，就封卫青为关内侯，更加器重卫青。公元128年，元朔元年，匈奴又大举进攻上谷、渔阳等地，在攻破辽西后又攻破渔阳，劫掠汉朝百姓。汉武帝派卫青率领大军进攻，匈奴盘踞了黄河河套地区，卫青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，绕到匈奴的后方，迅速占领高阙，切断匈奴的白阳王、楼烦王和匈奴单于的联系。之后，卫青率领精锐的骑兵南下到陇县西，形成对白阳王和楼烦王的包围，将白阳王2人打败。此战的胜利解除了匈奴骑兵对大汉都城长安的直接威胁。卫青此战捉获敌军数千人，夺取牲畜100万之多，将河套地区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，建立起了对匈奴作战的前方基地。卫青也因战功被封为长平侯。公元前124年，汉武帝元朔5年，汉武帝命卫青率3万骑兵，再加上苏建、李举等一众将军，全部都去打匈奴去，最好是把匈奴老家给端了。卫青本来还想着这次也难搞，但是匈奴的右贤王特别的给面子，让卫青轻轻松松的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本来2军都要交手了，但右贤王一看天都黑了，距离还这么远，汉军不可能晚上来打我的，于是他便喝起酒来，军队防备也松懈下来。但卫青就趁晚上把右贤王给包围了。右贤王得知被包围后，连夜带着几百骑兵和他几个女人向北方逃跑，最后逃出升天。卫青此战俘获匈奴小王10几个人，匈奴士兵近2万人和千百万头牲畜。汉武帝接到战报大喜，直接派人到卫青的大营中，拜卫青为大将军，所有的将领都给卫青指挥，还将卫青的3个儿子封侯，还赏赐了跟随卫青出征的其他将军。次年，卫青领10万骑兵再次出征，分6路大军讨伐匈奴。胜利归来，整顿1个月后，再次出击匈奴。17岁的霍去病也在这次中锋芒初露，用800骑兵将匈奴单于祖父、叔父还有国相俘虏斩首2000多人，霍去病也被封为冠军侯。卫青的话只是赏赐了很多钱，没有再做一封。之后，匈奴单于向漠北撤兵，想引诱汉军深入，在一举拿下汉军，但汉军丝毫不理会他，转攻河西，占领河西走廊。恼羞成怒的匈奴依这些单于，在公元前120年，汉武帝元寿3年春天，掠夺右北平和定向2地，想以此激怒汉武帝，让汉武帝将军队派往漠北，他好在漠北击败汉军。想法是好的，但他没想到汉武帝刘彻有多狠，卫青和霍去病这叔侄2人和大汉军队有多能打。刘彻和卫青等将领商议，
他都这么贱了，大伙出出主意，到底能不能跑到那么远把他给办了？虽然困难重重，但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最后鉴于汉军前面多次实战和长途奔袭作战的经验，决定乘着河西胜利的气势再次出击。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元寿4年春，汉武帝命卫青和霍去病各领5万骑兵，再以14万匹战马和50万步兵为后勤补给团，分兵2路出击，利用在漠南之战投降的赵信。赵信认为汉军虽然能长途奔袭作战，但不能在大漠留太长时间。卫青就是利用这一点，用强大的后勤保障为支撑，打了匈奴一个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集中兵力深入漠北，先把匈奴主力找到。本来计划是由霍去病来对付匈奴单于，卫青去对付匈奴的左贤王，但从俘虏口中得知，匈奴单于不在霍去病出击的方向，于是两军对调了出击路线。卫青从西边的定襄出发，霍去病从东方的代郡出发。但卫青的大军出击1000多里后，还是与匈奴单于主力遭遇。卫青令左右的李广、赵石2位将军合围匈奴，自己和公孙贺、曹襄2位将军正面抗击匈奴，再用武钢车围成壁垒，稳住阵脚。在两军就要短兵相接的时候，突然刮起大风，两军都看不清对方。卫青又命汉军左右2翼骑兵加速前进，包围匈奴单于。匈奴单于在看到汉军的骑兵后就怂了。如此强大的汉军骑兵，要是和他们交战，对自己很不利，于是就带着几百骑兵跑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在天空逐渐昏暗的时候，汉军和匈奴军扭打在一起。在抓到一个俘虏后，了解到单于在天黑的时候已经跑了。汉军派出轻骑兵追击单于，在第2天天快亮的时候，已经追了200多里地，还是没追到匈奴单于。此战最后的俘获和斩杀敌军士兵共计19000余人。在攻下匈奴的城池后，将城中积存的粮食使用了一部分，以防回途的途中出现意外。汉军离开前还把剩下的粮食一把火烧了，一绝后患。此战过后，匈奴10几年都没有再南下的力量，匈奴转向西北迁徙发展，而汉朝这边也不好受，随军出征的10多万军马只有3万多回来，出征的士兵也损失了10几万，各种兵器甲位和别的战争资源也是损失殆尽。可见汉武帝为了扫平匈奴下多大决心。好在卫青等人也值得他这么做。刘彻在之后也是给卫青等人加官进爵。公元前105年，汉武帝元丰5年，卫青病逝。汉武帝为了纪念他彪炳的战功，为他修了一座形状像阴山的墓冢，谥号烈。卫青这一生成就也是多亏了他姐卫子夫，要不是卫子夫被刘彻看上，估计卫青、霍去病还有大汉朝都不太会好过。但主要还是卫青自己。龙城之战派4路出击，其他3路要不就输了，要不就无功而返，就卫青一个人赢了，这就是真本事，不是运气。之后的多次战役中，卫青也是连战连捷，深得汉武帝之心。就算在卫子夫失宠后，卫青的地位也是没有改变。卫青对刘彻也是忠心，就算是让他娶已经当了2次寡妇的平阳公主，他也是没有二话，府中也是不养世人门客。他认为作为臣子，做好臣子自己该做的就行了，不应该玩那些虚的。对朝中同仁将士也是谦和，这就是作为臣子的典范。外能打仗，内能参政，脾气又好，本事又大。那么大家对卫青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